想要辗转于春秋，唯不舍爱与自由。穿过荆棘，越过几重高楼，千帆过尽谁与有？愿历经世事跌宕，为天下苍生，忍不起最初的天真。誓言落地，深深刺心，天地可证。越黑暗中，越多误入星辰。远走过命运浮沉，偏向阳而生。年华一瞬，念作永恒。前路漫漫，心中有不灭的根，有一人在痴痴的等，有一人会将梦完整。真是让你破费了，倒也是难得。下官感激王爷。 OPPO Find N3 Flip 小折叠8月29日发布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惊鸿，本宫从未去过江南，你可得好好跟本宫讲一讲。等到了江南，本宫才好因地施策。大殿下放心，下官定然知无不言。那让随行侍女照顾好卓华。是，公主。王爷，最近几日怎么不见那穆姑娘了？她身为朝廷命官，自有公务在身。朝廷命官那也是女儿身呐。哎呀，我之前还觉得她对王爷您有些情意呢。她辛苦科考出仕，那是为了在我身边转。王爷，哎呦，王爷呀，瞧您那小气的，这穆姑娘的字，老奴看一眼，那倒还少一画不成啊？依我看呐，这定是那小姑娘相思泛滥之时，才亲笔写下您的名讳。王爷，你要不说话呀，我去找那穆姑娘问去。别费事了，南巡的车队早已出发，她现在已经离开定京城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这般着急呀？哎呀，也是，灾情最大。老奴在年轻的时候啊，也经历过蝗灾，那蝗虫遮天蔽日，吓人的很呐。王爷，人若是恶疾之时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。你怎么能不劝劝那穆姑娘呢？她自有抱负，我又如何能阻止她？一颗粮食都没有，也能叫粮仓？
下官知错，可县衙里头的存粮都已经放完了，从其余州府调来的新粮还在路上，下官亦是无能为力呀。本宫要见的是县令，你一个县城凑什么热闹？还是你们看不起本宫，竟敢随意糊弄？啊！这下官十个胆子也不敢呐！实在是县令大人他怎么了？他因为救灾之事过度操劳，现在正在家中养病，所以下官代劳。永定县的县令可是姓庄？怎么，穆大人认识永定县的县令啊？我有一门亲戚在这边，以前在此小住过，所以对当地的事情略有耳闻。如果永定县是这位庄县令，我倒是不信他会因为赈灾而累病了。你竟敢欺瞒本宫！你说没有粮了，那你们这些宫门中人是怎么过活的？我看你还有门外那些衙役，个个都膘肥体壮的，可不像挨了饿的。去把整个县衙的人都叫进来。是。幸好公主已经赶往积善堂调取存粮，可以暂时缓解一下燃眉之急。幸好有皇姐在。说是杀鸡儆猴，威逼利诱，连敲带打，没想到也只挤出来这么一点粮。聊胜于无吧。就像那位县丞说的，这大头都攥在当地的豪绅手里。大殿下，那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些粮食呢？是直接发给街上的饥民，还是拿去施粥？不如送去公主的积善堂吧。公主常年施粥救济穷人，处理这些粮食应该得心应手。就按惊鸿所言，你把这些米粮送到积善堂去。穆主事对此地事务比较熟悉，就留下来帮助本宫。下官遵命。那些商户个个都是属貔貅的，只进不出，想从他们手里撬出粮来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或者，可以以官府的名义，召集他们过来，号召他们捐粮。王爷，飞鹰小队已经搜遍了整个定京城，还是没有找到薛孝堂的踪迹。属下办事不力，请王爷责罚。起来吧。这个薛孝堂常年领兵，经验丰富，行事肯定比你们更为缜密和小心。柔家公主是否去了江南？没错，公主是和大皇子一起出发的。那她定然也去了江南。赶紧收拾一下，尽快出发。是。江南这趟差事绝非易事。你呀，
什么？定王此次去江南，是为了追捕徐孝堂？是，周大人派来的人的确是如此说的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薛孝堂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去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务必在流言之前找到薛孝堂，斩草除根。是。你们是在戏弄本宫吗？一人一壶米，亏你们拿得出手啊！大皇子息怒，小的怎敢欺瞒大皇子？小的是有些薄产，但是也有一家老小要养啊。如今这蝗灾闹起来，也是亏空了不少。这现在外面还有外债呢。是。你说你在外面欠着债呢？是。你们都在外面欠着债啊？是啊。外面那些灾民一个个都骨瘦如柴的，您这几位却圆头肿脸、丝发面馒头，显然水肿的厉害。大殿下，您就莫要难为他们了。滚吧！滚！大殿下，这些商人很明显就是在推脱，想让他们捐粮，怕是咱们要想个迂回的法子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下官惭愧，这一时半会儿也没想出来。哎呀，有什么惭愧的？本宫这不也是没想出来吗？也不知道沈兄还有公主那边怎么样。诸位稍安勿躁，大家静一静。这些米粮是从别的祭善堂调运来的，都会煮成粥，每个人都能吃得上。多谢公主大恩大德，多谢公主大恩。我来吧。这边排好队，排好队，来这边。来，别挤啊！别着急，都有份儿。哎，都别挤，都有，别着急啊！哎！这放的什么呀？这是加什么呢？放的什么呀？你这不是麸皮和米糠吗？对呀，这好好的粥加上这些东西，这粥还能喝吗？对呀，加这个东西粥还能喝吗？不能喝！说什么呢？跟你说，这麸皮和米汤，它也是粮食啊！大家说是不是？乡亲们，正如这位大神所说的，米汤和麸皮在口感上是粗糙了些，但是未必不能果腹。我们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，为的就是防一些蹭吃蹭喝的小人。谁呀？啊？什么人啊？这是？哎。比如说这二位兄台，看上去白白胖胖的，想必定是家中存粮富裕，才有余力在这挑三拣四吧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愧是沈大才子，这样的办法也想得出。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新鲜的办法。你不应该来帮我施粥。你应该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施展你的才能。民以食为天，下官觉得这件事情同样很重要。开粥了！先给我吃，先给我吃！
没事吧？对不起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公主。谢谢。我不值得你们感谢，是师导亏欠你们的，没有谁是低人一等。我来吧，你先处理一下伤口。这点小伤无碍，小伤也得处理。等这边忙完了，本宫自然会处理。你也小心点。好。来。王爷是在担心大殿下他们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筹粮。我也知道要筹粮，可该怎么筹呢？千丈之堤，以蝼蚁之血亏；百步之矢，以土血之烟焚。若要成功筹粮，需从一处用力，以一处带百处，否则处处是盾墙，只会四处碰壁。我明白了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商人多狡诈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能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？对，你说的对。你曾用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来取笑我，不曾想套到线下倒是怪合适的。那些商户是小人，而我是女子，我为什么不能比他们更狡猾，更无赖呢？公主，你忘记上药了。劳你挂记了。又是他。哦，我记得这人，昨日曾数度在祭善堂附近转悠，鬼鬼祟祟的。孝堂，公主，你刚刚是在叫薛将军？公主是觉得刚刚那个人是薛将军，会不会看错了？不会，我不会看错的。原来他还活着。可他为什么不肯见我？我可跟你说了啊，燕窝、星唇都要最好的，可不准拿次品来糊弄。庄管家，正好问问他直墨喜欢吃什么。店家好生意啊！慢走啊！哎，哎，他瞧，
哎，张管家，张管家，你不是穆姑娘的小丫头吗？你啊，你手劲怎么这么大呀？啊，我这老骨头都被你拍散喽。对不起啊，张管家，我没控制好力道，我跟你揉揉。行了行了。对了，张管家，我能跟您打听个事儿吗？你知道直墨喜欢吃什么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我请他吃饭。吃饭？可他不在定京啊。他不在定京。王爷，柔家公主往受灾最严重的怀州永定县去了。那就去永定。跳！再来都有啊，把这些东西都运到院子里去。谢谢公主。好，你的，拿着吧。谢谢公主，我的，谢谢公主，我也要。拿着，这是你的。谢谢公主。别着急啊，都有。那。都拿好啊，别弄掉了。来。诸位怀州的父老乡亲，本官跟随大皇子殿下来到怀州，专为赈灾济民。然而，大皇子殿下也没有想到，此次怀州灾情是如此严重，只靠官粮救济是远远不够的。幸而咱们怀州的商户纷纷慷慨解囊，大灾之下互相驰援，这才稳住了此次的灾情。咱们怀州商户个个都是良善之家呀！所以今日我就把此次捐粮的商户名单公示于此。我代表大皇子殿下，谢谢大家。你看，怎么居然这么少啊？这些商品太少了，还要不要脸了？就你这么少，就是已经交了米粮给朝廷，张牙舞爪，嚣张跋扈，没想到竟然这么过分！这简直就是蔑视朝廷，哄骗百姓！走，跟他们算账去！走，大家都走！小孩，放心，朝廷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啊。来，饼给我。来，你拿个饼吃啊。谢谢。先回家，去吧。大殿下，这招祸水东引，本宫倒要看看，他们能撑多久。谁这么不长眼？打的就是你，这个只捐1军米的将来首富！什么首富？丧尽天良去！吃什么？只吃百姓。打这怀州老虎！打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爷大事不妙了！大皇子殿下竟然当众公示我们所出米粮，引起公愤。那手出钱的又不是我们一家人，为什么非堵我家门口啊？如今百姓一腔愤怒无处宣泄，确实也不止堵了我们一家的门呢。没想到大殿下和穆卓华玩了一招釜底抽薪。你若只捐1斛米，便将你公示出来，看谁更要脸。他倒是成长不少。大殿下确实变化很大。
没错，走吧。哎，王爷，不用和大殿下打声招呼吗？不用了。我们此次来江南本就是秘密而来，也不要去打扰大殿下的赈灾大计。现在，柔家不在驿馆，那薛孝堂必定在积善堂附近。志坚，我另有个任务要给你。王爷，不可能！王爷怎么会来江南呢？一定是我看花眼了。罢了，明日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可别再瞎想了。老爷，如今景阳街已关店数日，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啊？我们这边也是。还有一些孩童直接唱歌谣骂穆家，别说生意了，我们出门都会被指指点点的。你说这么下去怎么办呢？这如何是好？你们这帮人就会给我抱怨，这一大帮人想个办法出来嘛，驱逐他们啊！你还想不想在怀州做生意了？那莫氏他们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？以后在永定县，甚至怀州，这名声就坏了。老爷，干什么？老爷，门外有一布衣先生，说他自有办法能解决穆家当前的困境。啊？快请进来。开门，先生，请。请。在下延州穆卓华，乃是穆老爷的同宗。这些日子随着大殿下还有公主同行至此。穆卓华，你还有脸提同宗啊？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我会被骂得那么惨吗？哼！穆老爷，你们捐粮，我们告诉大家你们捐了，不知这一来一往当中有什么事情做错了？穆大人如今在朝为官，是。在下礼部主事，当朝6品。参见穆大人。穆老爷，我为何不去其他家登门拜访？是因为我着实知道，您才是深明大义之人，所以我才愿意把这个好办法亲自登门送上。不知穆大人有什么好办法呀？您可以开仓放粮。哦。哎呀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哼，穆老爷，眼下才是最关键的时候，您是要选择被江南百姓维护，继续坐享着江南首富之位，还是选择和那其他商户站在一起，被众人唾骂，声名狼藉，商人为商重利？这究竟哪条路更对？穆老爷看不出来吗？但是眼下抢做这第一，才是最关键的，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。此话怎讲啊？
如果今日您不愿意做这第一，那将来早晚也会有人耐不住被骂，会率先开仓放粮。等那个时候，百姓们一定会夸赞这首位开仓放粮之人，那其他跟风继续放粮的商户也只会成为从众之流。穆老爷，我都把眼下的形势跟您分析得如此清楚了，如果您还是不愿意开仓的话，那我可就要去下一家喽。穆大人留步。穆大人说的有理呀，这怀州商户百众，做不到同进同出、同心同德，那必然有头一个出头之人。放。多谢穆老爷。客气客气。在下告辞。夫人，你觉不觉得这个小穆大人长得这么眼熟呢？哎，你说我们穆家怎么就出不了这么一个聪明机灵的人呢？小妾娶个没完，孩子生个没了，却不闻不问，因为你没那个命。你到头来连亲生女儿都不认得。哎呀，我们解决了一桩这么大的难题，公主一定很欣慰。由穆家带头放粮，那其他的商贾也没有什么推脱的由头了。对。景洪，麻烦你将这些粮食送到祭善堂，交给皇姐。放心吧。有人出头，便有人从众。这次赈灾，还算是用了巧法。王爷关心他。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好，下一个。那薛孝堂会在这里吗？只要柔家在，他一定在。薛孝堂出身于荆州，他是一个孤儿。他在南陈已无亲朋好友。他从一个草医变成镇国大将军，自然有他的办法。他擅长掩藏，也更精于易容。要在人群之中找到他，还真是不容易。薛将军倒是会躲啊！原来你在这儿！老头，半截身子都快要入土了，你还有心思瞌睡钓鱼呢？你要是喝了这脏水啊，定然死得比我快。嘿，你难道是在城东四处教书的商先生？哼，看来老朽还有几分薄命啊。此前水位下降时啊，蝗虫就在这滩涂上产卵。你要是就这么喝了，怕是今晚就要带着满肚子虫卵上吐下泻，暴病身亡。陈先生，救救我呀！行了，
听好了啊！回去以后啊，用细砂石把这水呀过一遍，滤去污物，然后放进木炭，生火煮开，就能喝了。多谢尚先生救命臣。小七，尚老头，好久不见，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好酒。当然好了，这可是学生我跑遍了怀州城大大小小的酒铺，才买到这么一小坛桃花酿。这一小坛呐，还不够我塞牙缝呢，也就是解解馋罢了。老师，干嘛呀？弟子不孝，一走就是好几年，还好您平安无事。少来这些虚的。我就是来跟您道歉的，毕竟我这一回来，光顾着在外面赈灾了，都没能第一时间来见你。哎，你要是直接来见我，我就直接把你打出去，信吗？信。哎呦，那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我忘扔了。老师，没想到我小时候临的字帖，还有文章，您都留着呢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忘扔了。来，赶紧坐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就再多写2张，好让您继续睹物思人。坐吧。哎，这段时间累坏了吧？我这一走几年，您这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岁数大了，坐。我跟您说啊，您现在一大把岁数了，如今这外面乱，您就在家好好给我待着，别老往外跑，知道吗？跟谁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家里虽然舒服，但我这心却不静。外面乱呢，我这心反而能静下来。唉，说到底啊，还是为时无能。别瞎说，您刚才还日行一善呢。为师能做的也就这些了。但你不一样啊，这次赈灾虽然是成功了，也让那些商贾放了粮，但你们想过没有，那些官粮去哪儿了？想过，真想过。所以学生想请教一下老师，我感觉这背后肯定是牵扯颇多。我就跟你说一件事儿，飞黄出现之时，本可遏制其事，那庄文峰却带着百姓去祭祀皇神，任由灾情肆意发展，席卷全城。庄文峰吗？
摇，回忆出了脚，无处停靠。两两相望雨潇潇，谁化作云烟飘渺，留下新的古道，做不完波涛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千帆过尽里寻找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人生像是死缠绕，为一颗心跳，用天荒平掉，永不离散，我们早说好。爱恨纷扰，忘不了，就算隔天地遥遥，灵魂相拥紧绕，怎一笔勾销？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千帆过尽